Hello， 我是飞妈 Kitty， 今天我要来拍一集移民相关的影片。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是什么原因？因为这里好山好水，好无聊。那时候刚来，我也是英文不太好。他说 How are you？ 我也是有 shock 到。你没说 I'm fine, thank you。会一直想要找寻家乡有关的东西，不会那么害怕想要适应这个新环境。你可能要立即开刀才能救，结果等了2、3个月、3、4个月，等不到医生就要怎么样？他从那个包寿司的那个做起，你就会觉得很敬佩。突然到底层去工作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你育儿会比在台湾辛苦，陪伴他，还得接送，也要辅导。你不会放着养啊？我可能挡到他了，他就很凶的，就是 move it 钱。我台语不是很好，我外省人，那些人第一句话就说不会台语算什么台湾人？我不会台语就不是台湾人嘛，我被台湾人自己歧视。那我也不是说很道地的加拿大人，是有影响到我一段时间自我认同感，比较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你会觉得这里不是你的家，会觉得我的家永远都在台湾。老实说，我是去年才喜欢上温哥华，因为之前还是会想家。我其实很少拍跟移民主题相关的影片，那主要是因为呢，我是小学的时候来的，之后长大出社会工作，到之后组织家庭，都是在这边完成的。那在这边是待了30年，对我之前家乡的印象其实算是蛮模糊的，所以就是很难以一个新移民的姿态来探讨这是移民相关的经历吧。说到家乡，我觉得我的口音其实算是蛮明显的啦。之前常常会有一些观众啊，就时不时问我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听我的口音好像是台湾人，但是又不像是台湾人。但是哇，是架杠来台湾啦。虽然我的台语不好，有进步的空间。Anyway， 反正呢，我一直认为呢，我不是很适合拍移民这类的主题。那我为什么这次要决定拍呢？因为呢，我其实有发现有关加拿大的影片都是移民相关的议题。大家对移民加拿大的主题是有这么的关心吗？那我就干脆来拍一个我对加拿大的想法，就是以一个移民角度的看法。但是呢，我自己本身呢是没有经历过申请移民的这个过程，当时都是我爸妈在处理的。那我跟我哥呢，就是随波逐流，就是被带到这边来，而且一个人讲话又太干。所以呢，我今天就找了2个人来下水。这2个人呢，都是长大成人，出了社会之后才移民过来的。一个是靠依亲，一个是靠学生签证，没有超过10年，或者是大概10年左右。所以是以真实过来人的身份来一起大吐移民的这个口水。现在就来介绍这2位神秘嘉宾出场，欢迎！大家好，我是 Doris。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话，他是我大嫂，我大嫂啦。然后这位是凯莉 ，Hello， 我是凯莉。你当初是依亲来的吗？对，我是依亲来的，因为跟你哥结婚，是我离开我的家乡，可是又想说，也可以来这边看看。看看这边的生活，或者是怎样的生活。在这之前，我来过北美吗？我只去过美国，是拉斯维加斯。那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有想过就会来了吗？就是一半一半嘛。你不是留在台湾，就是来温哥华。我公婆也在这里，对。然后你也 OK， 对。所以其实你是抱着还蛮开放的态度，你不会说就是叫我哥跟你待在台湾。那时候不会。当初是跟着我爸妈来的，来之前1年前才被通知说我们要移民到加拿大。当时是小学嘛，已经有交朋友的概念，就是已经开始要交朋友阶段，然后结果就说我要被搬出去啊，这个加拿大是哪里？就是没听过这样子。那你爸妈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是什么原因？因为这里好山好水，好水好无聊。你爸会为了漂亮就来哦？对，1年前知道之后，我们半年前呢就先飞过来，就先买房，半年之后就整个举家搬迁过来，所以我们一家4口是8大袋的行李箱，8大个箱，8大袋。凯莉是学生签证，因为我老公那时候是男朋友嘛，因为他从小就在这里，所以他不习惯就是台湾的环境。所以你老公当时也是在这边，就是也是移民过来的。对，从小的时候他就来。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回台湾也可能4、5年有了。我突然在单位接到我婆婆的一通电话，他就说愿不愿意跟我老公结婚呢？就是那一年，对，2012年的8月。就过来了，所以你跟你老公跳过了求婚阶段，是你婆婆只是叫你们结婚。对，我的求婚的那个花、戒指，全部都是我婆婆帮我老公准备的，在我婆婆精心策划下，你们其实就已经有那个想法会结婚，可是你们有想过会要搬回来？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们在台湾那时候我在工作，他也在家里工作，所以我们每天下班
到处吃喝玩乐，从来没有规划过未来，可是我婆婆的一声令下，所以你们的移民之路就是靠你婆婆。对啊，对，8月的时候来的，7月才登记结婚，所以那时候我在台湾来不及办依亲。所以我提前去办了学生签证，之后来这里读书，因为我觉得你要来这里工作，你一定必须要有这里的证照，因为你用台湾的身份、经历、证照，你很难来这里被北美的国家认同。搬来这里之后开始生活一段时间，学习一段时间，我才着手办理依亲。确定要来这里之前，对加拿大的印象是什么？我只知道说要去办美签，就可以去美国玩跟 shopping， 而且我那时候多傻，我从来不知道美国跟加拿大连在一起的。就后来可以开陆路过去的时候，不是搭飞机过去美国，你知道我多兴奋吗？我也不知道加拿大长怎么样，外国就是地很大，然后会想说哇，我也没看过雪。来这边可以看雪。第1年来我真的还蛮兴奋的。所以你们知不知道有加拿大这个国家？知道啊，当然知道啊。你只要讲温哥华、多伦多，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讲渥太华那个，可能就比较……因为你们都是成人之后，所以你们可能会比较知道加拿大这个。我当时听到，我就只是觉得很顺口，加拿大。加拿大完全不知道是哪里。当你们抵达这里之后，你们的第一印象？觉得空气很清新，没什么蚊子啦，蟑螂也没有。假。因为你去买个东西，不认识人就要跟你哈拉2句。那时候刚来，你英文又不好，你又很紧张，跟人家交谈，他就问你一大堆问题。因为我女儿掉了2颗牙齿，他就跟我们讲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那个 Christmas song 是关于你那个2颗牙齿的？我说我不知道他就很热情的就播给你听，好好笑哦。然后你不觉得这叫热情？你觉得这是假？我觉得太假啦！你干嘛？你有办法跟一个陌生人随便就聊天？不是，这就是北美人的文化呀，就 small talk。对，可是你就会觉得很假 ，OK？因为在我们亚洲国家，你不认识的人，你很难去跟人家。可是这个观点我不一样，真的因为那时候刚来，我也是英文不太好，然后也想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一结账，我也是第一次，他说 How are you？ 我就我也是有 shock 到，你没说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我没有讲 and you， 因为我不知道要回问，你知道吗？没礼貌。好像也蛮好，就是拉近距离啦。因为我当时是夏天来的，这边怎么9点之后太阳还没下山，刚来就有点时差，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想说早上了，要吃早餐了，结果不是啊，现在还是晚上，一度就是有混淆了一下，而且夏天完全不热。30年前嘛，那个时候夏天最高温也才10几度。顶多20度，没有像现在就是动不动就30多度，有一年还是40度。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几天没多久，我就觉得其实住这里好像也还不错。做了一阵子之后，你们是怎么样让自己尽快的融入加拿大这边的就是环境？会想说自己出去看看，就在家附近的超市啊，或者是其他店面自己逛，自己练习买东西，慢慢适应这个生活啦。但英文这一块我就是没什么进步啦，可是有在努力。我来的时候很快就去上学啦。所以很快就融入了，因为学校里面到处各种人都有，人种都有啊。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搭 SkyTrain， 就是搭捷运这件事情。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很容易晕车的人，所以大部分都是自己开车或骑机车多一些。我一来的时候，因为我的学校在市中心，从高桂林开到市中心，可能就要将近1个小时。如果是 traffic hour， 又得付很高额的停车费。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搭 SkyTrain， 我每次回来脸都是很臭，我就是很容易晕车，你坐那个你就是很不舒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华人的店。但是那个时候大统华刚开始，好像才开了半年1年的时候，都会到大统华逛，也是有一些台湾人开的录影带店，所以也都会租一些综艺节目，什么我猜有没有那个就是租书店、漫画店啊、小说店，这里有那一种店吗？有，但是不多，因为就连 Bubble Tea 也没有多少间，现在这里都有了。现在手摇饮啊，连周杰伦那个时候对什么吃茶3000。漫画我会请我妈从台湾，一开始的话她没有住在这边，是我跟我哥跟我爸在这边住，他是当空中飞人。对，我在台湾的时候是有追一些漫画，就是柯南啊什么灌篮高手，还在你家，所以就会请我妈从台湾带那些漫画过来。喜欢的歌手卡带也是请我妈就是从台湾带过来，会一直想要找寻
寻家乡有关的东西。我觉得你现在就很洋派了，很少台湾的那种气息，所以你觉得你大概到多大的时候，你就可以不需要去逛台湾的超市啊，或者是不需要吃台湾的东西，那都是偶尔有的时候觉得很新鲜去尝试看看，可是不一定是像我们有必须要的。我觉得饮食那种口味啊，是从小就已经被定型的吗？我觉得有一点，觉得我还是会喜欢台湾的东西，但是对，的确没有像你们餐餐都要吃中餐。你们有吗？我们有适应环境，或者是不会那么想要回去，可能是1年后。我1年后有回去，那个时候是带着一种兴奋心，就说我来过加拿大，然后我想要赶快把我这个开心的心情回去给我的亲戚分享。回去之后再回来之后，我就没有想要再回去。我觉得更主要的重点是我来的时候刚好是有很多台湾人大量移民来的。所以其实我的学校也有很多的刚来的台湾人，就不会那么说完完全全的陌生，不会那么害怕想要适应这个新环境，逐渐建立在异乡的一种安全感。有没有回台湾重要了，无所谓了。对，刚来的时候不会觉得说饮食上面没有不适应的地方，没有。刚来的时候常常周末都是往Richmond跑。中餐也有很多大陆的东西可以吃。我住在高桂林，高桂林最多韩国人，所以韩国烤肉。那时候在台湾，你很少吃到道地的炒马面跟炸酱面。阿富汗也有，希腊也有，什么都吃得到，好吗？所以在这里生活超级舒服的。多多少应该没有那么道地吧？如果是以台湾来讲，有吃到家乡味，你就已经很感恩了。所以你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不适应，或者是没有什么挑剔的地方？刚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每个礼拜往Richmond跑。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吃饮茶，但我现在还是会很怀念，像是我小的时候在台湾吃的一些米粉汤啊，对啊，欧阿米刷啊，对啊，这边比较少，对，可是我几乎找不到米粉汤。这边要自己煮，粗的那种，对，粗的，粗的。国华有卖，国华也是好朋友，没月配。对这里的医疗，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很多的可以干掉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边医疗是对老年人跟小孩是好的，只是中间的这个阶层就是你要自己去付费，像牙齿这一块就是很贵。老年跟小孩牙齿这一部分，最近是因为政府开始有一个 CDCP 的 plan，它还是有条件限制啊。我们2个双薪家庭，我们就不符合低收入申请，对啊。可是这里相对，如果你有工作，公司会提供保险的。对，我那个时候是学生时期嘛，那个时候去看牙齿，我爸爸好像也没有，他是自雇，他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保险。我2颗牙齿当时要做根管治疗。1颗就1000多，做2颗就是花了2000多3000，怎么那么贵？因为我爸跟我说那个价钱，我就嚇到了嘛。我后来就是非常谨慎的刷牙，所以之后就没有牙齿没有出太大的错。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保好像这一方面也是有优点，就是比较有自我意识说 ，OK， 那你牙齿要刷好，你尽量不要去看医生。你比较会想啊，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想的啊。你就算那些小孩做矫正，你跟他说好好刷牙哦，他才懒得理你嘞。还有这里是他不会滥用药物，像你去看耳鼻喉科、小儿科，他随便就给你一大袋药。在这里你大部分就算小孩，我女儿发烧了，他说最多5天，5天之后还在发烧，你才需要去就医。去寻求急诊，对，不然你刚开始去的时候，他的前台还会跟你教训，你才刚发烧你来干嘛？叫你回去，所以是跟台湾运作是不一样的。必须要说这里好的地方，还有像我是剖腹产，台湾的剖腹产是需要自费的，我在这里剖腹产是不用自费的。那你们对这边就是有家医制度有什么感想？应该是很不一样吧？因为台湾是没有家医的嘛，台湾就是你想要去哪一个眼鼻耳喉科，耳鼻喉科。但这里的话，你看任何的医生，你都要先经由家医介绍转诊。因为在台湾就是你觉得哪一家有效，你就去哪一家。那这边就比较蛮特别，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家庭医生，可是你不一定可以去选到你要的，然后你还要抢那个名额。要看那个家医有没有收你，他不会滥用医疗资源。如果你真的生病了，他不会见死不救，医生见血啊。我发现很多老外他们也是 walk in 就可以啦，不一定要真的找到一个家医。对，我觉得那是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精神寄托。虽然说家医，可是你1年去见他的次数真的少之又少，要看情况。你如果没有长期去看医生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医生踢出去。所以你有事没事1年至少要回去跟医生说你好吗？喝茶聊天一下，我也很好哦。没生病也是个错。对，另外一方面，可能因为你是常常跟同一个医生，所以他会比较了解你的更多的情况。感觉你们好像对这边的医疗算满意，还可以啊，我觉得还可以啊。这还蛮出我意料的，因为我知道还蛮多人对这边医疗系统还蛮诟病的吧。没有啦，除非你真要转介比较特殊的
医生的话，那真的要等很久。对老人家可能不是那么友善，你会心急说啊，我就有这个毛病，我再拖下去会不会变得很严重？你可能要立即开刀才能救，结果等了2、3个月、3、4个月，等不到医生眼睛这样走掉，还是有这个风险在这边。我觉得这里交通非常差。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想象的加拿大是跟纽西兰一样，你可能路上都没有车。你去过纽西兰？大家有说我没去过纽西兰啊，道听途说啊，你就觉得好像纽西兰是就是很空旷，都不会有塞车。你这样纽西兰的观众可能也会抗议耶。好，也没那么差，没有大草原的。不是，你想象的国外，如果北美生活，好像就是像是这一种的。我印象中台湾那些小巷好恐怖哦，我妈之前开车，我真的是吓了一跳。是因为有摩托车啦，没有车子到处都停在旁边，然后都危险。我明明看到下面都是红色的，然后就停到那种只剩下一台车都不一定能够通过的。然后我坐在我妈的车上，我有一年回去，她就是开车，然后就是这样很恐怖啊。我觉得这边反而就是开起来比较舒服啊，因为路大呀。我不觉得这里路大，随便都塞车，烦死。所以你宁愿就是跟大家这样挤，然后旁边突然有摩托车冲出来，你也 OK。因为我就是那个摩托车。处理的危机意识很慢，机制很差。没有遇到车祸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要让那个消防车、救护车塞啊，对，人命重要啊。台湾也会让啊，对啊，台湾看过有人故意就是在救护车前面还紧急刹车，很少的案例啊。去年我先生就是11、12点下班，凌晨3、4点才回到家，就因为下大雪，大家都塞在highway上面。那他才3、4个小时还好啦，没有有人被塞11个小时。我觉得那个是特例，因为那是温哥华的铲雪机制真的很糟。这边学驾照、学习开车什么，他们就是直接给你实际的上路。对于 learner 就是考驾照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很友善的。那可不一定，我觉得这边驾驶的脾气会比在台湾驾驶的脾气好很多。对台湾观众 ，no， 对于开车新手来说，这边开车是友善的，不会被按喇叭，因为你后面贴一个 L 牌啊，你也不会担心会碾到一些旁边突然钻出来的计程车。在台湾开车好像大家都很暴躁，大家都在抢红灯，有点不太礼貌，很难赚呐。这边有给你什么文化冲击？就是你下公车的时候要讲，带小朋友出门我都是推车。坐公车，其实这边的公车司机人很好，不像台湾，你一上车没让你停稳就开走了，不知道急什么。但这边是一定会让你慢慢的上车，然后还跟乘客说有小朋友要让座什么的，再问你说，你停好了吗？停好他才开动。我刚开始来我不知道下车也要讲，然后我就拉铃要推车出去，开始骂我，你要说你要下车什么之类的。讲什么啊 ？Sort getting off。我觉得是那一个驾驶他可能当天，因为大部分的公车司机不友善的，都是友善。对 ，it's nice to have， 但是我不认为那变成是一个rule。我的同事他在大陆，他是牙医，刚开始来这里，牙医你必须还要考嘛。不过他年纪有点大了，所以他可能很难通过那个考试。他从那个包寿司的那个做起，你就会觉得很敬佩。医生是感觉是比较高在上的感觉，可是你突然到底层去工作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另外一个同事，她的老公在中国是耳鼻喉科医生，他来这里是搬砖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其实不是那么辛苦的。这是你来加拿大之后一个体悟，一个跟你当初那个观点是不一样。台湾人有时候会觉得说，哇，你嫁到那里很好哎，我女儿我也想让她嫁到国外。很多人会这样反问你，可是其实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不是真的每个人都像你看到的那样光鲜亮丽，人家背后也有人家辛苦的那一面。工作环境，我们的双方父母都不在这里，因为我自己有小孩，他去幼儿园，他只要有发烧、感冒、流鼻涕的症状，幼儿园一律不收，就只能妈妈自己带回家。不确定是不是大部分老板是这样，可是我们的老板比较能够去理解说，你在这里自己带小孩不容易。我常常早上就会一通电话说啊，我女儿病了，我没办法去上班。可是你说在台湾，你就别想要这样子，因为老板大部分就是叫你工作再工作。我听说在台湾加班是一种文化，是不是？而且在这里加班，你一天超过8个小时，老板就会付你1.5倍的加班费。因为我之前在台湾是做业务助理。那早上就是8点半到公司，正常是5点半下班，最长的工作时是9点还9点半才下班，晚了正常下班时间4个小时左右，没有加班费。对啊，我之前也是当过上班族一阵子，你只要把你的分内的工作做完，你就可以走了。上班时间可能有一个 core hour， 在那个 core hour 里面，你可能所有的员工就尽量要在那个时间，像比如说要开会啊或讲话什么，大家都有人。但是 core hour 之外，如果你的工作做完了，你没事了，就其实就可以走，不一定非得要等说就是到了5点了，
那我才走。像台湾好像是你得要等到你的上司走了之后，下属可能才敢走这样，但这边没有，比较没有那种阶级的，对，没有那种概念，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公司尽心尽力，等于说不需要去讨好上司，或者是看上司的脸色，看你的能力，你做好了很好很棒，你就可以走这样。这边育儿的环境，刚开始来这边会觉得这边的公园其实真的蛮亲子友善的，对孩子来说蛮安全的啦，那也蛮多样化的。我觉得在这里你育儿会比在台湾辛苦，在这里你需要陪伴孩子的时间相对的长一些。在台湾的时候，孩子下课都是5、6点了，下课之后还得去安亲班，在这里是2点半下课之后，你还得帮他安排很多行程。除了这个之外，学校没有给功课，你还得要自己帮他安排功课。OK， 你以为小孩你丢给他，他就会自己做吗？没有、啊，像我，对啊，像我家小孩才 Grade 1，等于是你还得陪伴他，还得接送他，学完之后你还得要辅导。你不会放着养啊？抱歉，我做不到。用心的父母。OK， 所以你是以这个观点来看，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台湾，你大部分去餐厅看到小孩都是拿手机在看，一人一个 iPad， 在这里相对的少一些。这里也是很多真的育儿辛苦，是因为主要是妈妈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因为这里不是就是直接交给老师。对，学校其实也会要求这边的父母在教育方面也是多分配时间给孩子。没错，我女儿的功课是老师准备一叠书，你每天得陪她，就是亲子共读的时间。因为你们每年几乎都回台湾，你们带孩子在台湾跟在这边的差别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小孩在做捷运期间不要太吵啊，不要去吵到其他乘客，我觉得这是最主要也是最要注意的。但在这边的话，其实就还好，因为大家都其实对这边有一次我们去 Ray Robin 吃饭，服务员要带位的时候，旁边的那个老外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他们就说他们要换桌，他们不要坐在小孩旁边。在带位的时候，他们会观察，如果你有小孩，他大部分会帮你归位在同一个区域，大家吵一起吵。除非你是真的，比如说电影院啊，必须要安静的餐厅，孩子吵闹，或者是孩子滚在地下就到处乱爬乱走，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还是会很包容，因为他们都不会真的恶狠狠盯你啊，或者是对你比手画脚。我没有那种被 judge 的感觉会觉得无聊吗？去年我觉得好玩，因为我姐他们来啊，跟他们去玩到处去玩就觉得好玩。对，我就觉得原来温哥华也有这么好玩的地方。自从有小孩之后，我才会开始到处去玩。我喜欢去 hiking。我喜欢带着他去走那些步道，感觉跟台湾的比较不一样。台湾有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天气太热，你在爬山的那个路途中会比较多蚊虫，被叮之后你就会肿了很大的泡起来。带小孩会去避免那种地方，所以你大部分会在那个室内的居多。可是在这里的话，像走那些步道，比较少遇到这些蚊虫的事情。所以你觉得这里不会无聊？对你来说不会无聊啊，这里很多地方可以去玩啊，而且就算你同一个缆车，我们去了很多次，还有那个 Capilano 那吊桥的部分，贵了点，对，很贵。不过它是1年都有效的，一年四季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边主要都还是户外运动或者是户外活动。如果你是生活在那种繁忙城市的亚洲的地区的话，可能会一开始来这边的时候会不习惯，有很多人会控诉说这边好山好水好无聊。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环境啦，娱乐的方式是不同的。常常去那种 KTV 啊，还是说夜生活那种，真的是这里也是有啦，但是也是有丰富的程度一定不会比亚洲好。对，这边的物价跟消费的习惯，刚开始来的时候，我都会把这里的费用换算成台币。可是我也是，对，你也是。可是你时间大家都会，对你时间待久之后，你就会觉得不会。尤其你在这里有工作，你说台湾相对物价便宜吗？也没有，因为那个薪资所得不同。但是你说来久的时候比较不会，没有，我妈到现在都还真的哦，老一辈的会一直每一次买东西都，这个台币才多少哦？可是你说这里的相对薪资高吗？并没有啊，这里的物价也是台湾3倍，你的薪资也应该是乘以3倍去算的。我觉得台湾好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你看它的价钱，你就可以直接先把钱准备好，付钱就直接给正确的数字。这边还要再另外再加税，所以你实际上真正付的，除非你真的会拿出那个计算机在算，不然你是不会知道你真正之后付的要多少。我会，真的，大概的5% 大概会在哪，但是你很难真的去算出一个实际数。虽然我在这边住久了，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会很确定这个是5% 还是12%，因为我们 BC 省这边是有2种，联邦税跟省税。去餐厅吃饭就除了政府要收的税，你还要额外给小费。对，对这边小费的制度，你们有没有觉得越来越离谱？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无感了。到餐厅用餐，然后你看人家的服务，你好你就会多给一点，对吧？通常基本啦有个底线10% 嘛，服务好那你就可能15%、20%。现在就变成你除了餐厅之外，你可能在外面买个外卖，
买，它也是直接一个选项，就是叫你给小费。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外卖啊，你只是买个一般的商品 ，OK， 也给你弄小费的东西出来。机器的设定，像我们诊所也是这样，商家自己一开始就要在后台把那个选项去给你拿给客人，其实摆明了就是希望能够客人给你，但是不给当然也无所谓。对啊，不给无所谓。但是你也不要就是直接摆给客人啊，你明明知道就是你不需要收小费，北美特殊的文化啦。可是账单也要小心啦，因为有一些商家会自己先把 tip 加进去，对，会，对，要看。环境跟风景有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比较不方便的一点就是，像我们住的 B7省很容易会有大风大雨，刮大风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停电，到现在都还是电外漏的。大风一来的时候，你可能树就会倒塌。然后可能上面会起火，今天就是啊，每年都一定会发生，几乎啦。来这里好几年了，有没有比你们当初想象的时候美好？我每年会告诉我说自己需要达到什么目标，你每次都有达到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在这里生活慢慢都很接受啦，都觉得很 OK 啦。刚开始2个人的时候，你会比较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你会觉得这里不是你的家。会觉得我的家永远都在台湾，可是你有小孩之后，你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我女儿在这里，我的老公在这里，我的家就在这里。因为你扎根了。对，我之前还有破例1年回去3次的，我那时候在工作哦，就是很自由啊。那现在有小孩之后，小孩得上学嘛，小孩也喜欢这里，因为小孩觉得台湾就是妈妈，我不要回去，有蚊子，还有壁虎，连壁虎他都怕。现在就是啊，你怕蟑螂哦？蟑螂在我会飞来飞去吗？你有看过？老实说，我是去年我姐来带小孩来这边玩，才喜欢上温哥华。因为之前还是会想家，对，想家，因为我家人在台湾嘛，所以在这边说真的，就是要靠朋友啊。没事，我给你靠来。心境上是有比较大的转变啊。你姐他们来这边之后，是不是弥补了之前失去的一些时光？但不会是完全。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最大的外甥他也上小学了。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还特别去接他下课，然后一看我的阿姨。那之后因为口北嘛，回去他都已经大了，感情有一点变嘛。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变，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不会像小孩那样在那这样，你就会有那个失落感。是我侄子，我很爱他，我弥补的失落感就是从这里买很多东西回去给他。他们来了，见到他们都长大了，对，就感触很深。移民过来的这中间啊，这整个历程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或是困难？我在台湾从来没有煮过饭啊，2个人的时候可以吃外卖很方便。可是你有小孩之后，你不可能都给他吃外卖啊，厨艺会变得很难。饭真的，因为是我不喜欢做的事，可是你不得不做，也是煮饭嘛，大家都是煮饭，因为台湾真的太方便，我家一出门就是什么都有。我来这里住我公婆那，我公婆真的蛮好，他们就是会煮。可是你也不可能说一直让我公婆打理3餐啦，慢慢自己学习，也是让自己成长嘛。我个人是有遇到一些歧视方面的，走在路上，我那时候正在找路，会有路人嘛，人潮来来往往，但是我可能就找路，我在看标牌，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人要过，白人老太太吧，我可能挡到她了，然后她就很凶的，就是 move it 钱。当然，在我求学的过程中，一定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一些歧视的问题，可能跟他们就是样子不一样。那个时候英文也不好，被嘲笑或是什么。印象最令我深刻的，就还是学生啦，在餐厅打工，一组的台湾客人进来，就很自然而然跟他们用中文讲话，问到我是从哪里来的嘛，会不会公台语这样。我说我台语不是很好，就我外省人。那些人第一句话就说不会台语算什么台湾人？当时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哈，我不会台语就不是台湾人嘛，我被台湾人自己歧视。求学过程一定会被歧视到，不管是英文的口音也好，但是被自己人歧视还蛮那种嫌恶的表情。那个时候我年轻嘛，我不懂，我不会台语，我不是台湾人，那我也不是说很道地的加拿大人，这有影响到我一段时间，就是自我认同感。后来当然是会慢慢看开了，不会讲台语又怎么样？反正我在这边生活嘛。那你们有想过离开加拿大吗？我离开过2次，就是搬家，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当老板的。虽然我的老板已经都很好了，可是你会觉得有点绑手绑脚的感觉，你没有办法自由发挥。可是后来回去台湾之后，因为我老公就在这里，他有固定的工作，回去台湾之后他也不知道找什么，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很看不顺眼男生整天待在家里，我没有办法接受，觉得算了，来这里其实是2个打工，我还是有那种传统的观念在，我会觉得男生就是得要赚钱养家的，至少你有工作，你有责任，最后才是又搬回来了。
我家人希望我搬回去，考量的东西会蛮多的啦。因为这不是你只是搬到别的城市，你是搬一个国家，小孩回去能适应那边的学校生活吗？课业压力吗？我的话，你不会啦。可是我以后会考虑，我会想要考虑搬到墨西哥，搬到南边一点，对，像墨西哥，就是这边的人很多都是当 snowbird， 对，没错，就美国或加拿大，他们都会到南边，对，去住个半年，等到这边天气暖和的时候再搬回来。我觉得我会向往那样子。虽然说我住那么久了，但其实我还是会怕冷啊。有没有给一些想要移民来的、对这边住有兴趣的人呢一些建议？存款要够，现实，这是真的现实考量啊。来这边你当然一定要找工作嘛，你才活得下去啊。前几年还得面临你可能去学习，不然你怎么可能来这里你随便就找到工作？那台湾你的证照他认不认可？不认可你就是得重考。重念，你念书的时间还得支撑家庭的费用，不是说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家里的，比较困难啊。你还是得要双薪家庭。很多人是为了小孩求学来的，小孩可能上课的时候很快乐，可是你要想哦，你要跟得上别人。这里现在也很流行课后辅导了，不要以为说来这里小孩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学，那你的小孩不用学，你跟不上别人，你又是另外一种压力。没有压力，我觉得那也是国小时期。你到国中，你说让他没有压力，让他自然开心学习，小孩会很开心啦，可是父母会很痛苦啦。加拿大没有大家想象的很完美啦。衡量了各方面的事情之后，决定搬过来的话，那就好好只专心的在这边适应生活、适应环境，然后好好的打拼。既然住下来了，就不要去抱怨很多这边的事情，想清楚再移民。如果大家对移民这一块很想了解或有任何问题的话，你们可以上 Facebook 有一个社团，它叫做加拿大移民疑难杂症讨论区，里面有很多大家的经验，也可以在上面询问有关移民的问题，大家都会很热心的回答。当然也可以看飞妈的频道。谢谢你们两个来上我的频道，不客气。对，我拉了你们两个人一起来聊天嘛。海丽第一次陪我玩。没问题。妹妹没有上课了，妹妹还太小。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期的话，就按赞、订阅、留言、分享，还有打个小铃铛。我们下期见，拜拜。哎，飞脚脚。